2018年的炎炎夏日，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田是一片紫色的花海，无数游客蜂拥前来打卡留念。7月3号这天，一位中国游客为了拍风景，爬上了一段矮墙，随后不慎从墙上坠落到前面近10米深的石阶，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后去世。他也成为了当地历史上第一位观光死的游客。法国宪兵队介入调查，很快就以意外事故定性结案。可是这位游客的意外身亡却掀起了舆论的滔天巨浪，因为他不是什么普通的游客，而是中国海南航空集团的前董事长王健。王健的死亡消息让全球各大媒体的目光都投向了这个只有1000多人的小镇 Bonne。 一些中文媒体把小镇翻译成奔牛村。事情发生后，各路人马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其中不仅有海航集团的高层、中国的公安、国安部门、世界各地的记者，甚至还有纽约赶来的私家侦探。这阵仗让法国当地的宪兵队绷紧了神经，他们生怕自己搞错了什么，于是组织精干力量对王健的死亡重启了调查。2个月后，他们彻底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以愚蠢的意外事故为这位大人物之死画上了句号。时间过去了半年，当事件的热度逐渐退去，法国媒体《解放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查，并推出了独家专栏，针对王健意外坠亡的细节提出了种种疑点，结论直指另一个惊人的可能。那么这个报社到底挖出了什么？今天 M2 档案也来一探究竟。2018年7月3号事发当天，风和日丽，风景区的园丁55岁的 Jackie 像平常一样，在教堂内的小花园里修剪花花草草。这时4名亚洲游客迎面而来，于是他就暂停了手中的除草机，方便他们继续前行。Jackie 向《解放报》的记者回忆说突然那4位亚洲游客当中，其中有一个人就开始小跑，只见他直奔矮墙边，用手撑着爬上了围墙，然后站直了身子，大概3-4秒的功夫吧，就径直跳了下去。矮墙的另一边是空空如也的石阶，从上到下近10米高，那人是不知道吗？还是疯了呀？园丁 Jackie 是直接目睹王健跳墙的人之一，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疯狂的人和他的集团在中国是如雷贯耳，他的这一跳产生的影响将无法估量。说起王健和海航还要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开始。1988年，海南岛从广东省划分出去，成立了海南省，同时也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1989年，海南省政府和中国民航局共同出资1000万人民币，组建了海南省航空公司，也就是海航集团的前身。目的是将大批游客运往经济特区，并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根据民航资源网的资料，海航的创始人陈峰、王健得到了时任海南省长刘建峰的大力支持。刘建峰后来成为了中国民航总局局长，也为海航提供了额外的照顾。1993年，海航正式开航运营，陈峰曾亲自在飞机上服务旅客。1995年，陈峰成功引进了海外投资者，金融大鳄索罗斯投资了2500万美元，拿下了海航25%的股份，令海航成为中国第一家引入外资的航空公司。进入新千年，中国民航业重新洗牌，陈峰和王健被称为锋剑组合，他们四处出击，闪转腾挪，收购了一大批国内的航空公司，比如山西航空、长安航空和中国新华航空等等。王健在海航素有军师之称，擅长利用国内的资金在海外开疆拓土。在他的主导下，海航成立了国际业务部，并在2015年迎来了最高光的时刻。曼彻斯特直飞北京的航班正式开通，中英2国元首在曼彻斯特机场为开通仪式剪彩。这是海航风头最劲的一年，从此高歌猛进，一路买，收购全球资产，将希尔顿酒店、曼哈顿写字楼、知名对冲基金、伦敦路透社总部大楼、德意志银行、欧洲的多家航空公司、香港启德地皮等大项目的股权纳入囊中，足迹遍布南北半球，充分实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把海航推上了世界的舞台。但是海航买的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纽约时报给出了答案，说这些疯狂的投资行为是得到了中国国有银行的支持，并且隐藏在了这个拥有复杂股权架构的公司背后。根据海航的申报文件，国有银行给予了他600亿美元的授信额度，
而通常啊，只有负责执行政府政策的国有企业才能获得这么多的贷款。1993年，从创办之初的1700万美元收入，到2015年年收入达到900亿美元，这其中大部分得益于蓬勃的海外市场，给海航一个杠杆，足以撬起一个地球啊。而关于借钱发展的现状呢，陈峰曾经说：“虱子多了不痒，借多了也就能睡得着了。”大规模高风险的举债并购，使海航集团在短短的数年间，从地区性的中国国有控股公司一跃跻身为世界500强的跨国巨兽。2017年，他在美国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中位列第170名，业务除了航运外呢，还涉及到酒店、旅游、金融、房地产、医疗等等。然而啊，步子太大的弊端很快就凸显出来了。同年，资产虚高的海航债务高达惊人的900多亿美元，利润还不够还贷款利息的。这么折腾下去，就是恶性循环，资不抵债。在悲观的苗头下，一些持有海航股份的大鳄和机构也开始纷纷抛售手中的股份，这其中也包括索罗斯。与此同时呢，海航的高度负债以及不透明的企业所有权结构也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关注。一系列如同变魔术般的股权变更也引发了大量的猜测。跨国公司需要公布财报，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迫于压力，直到2017年7月，海航集团才公布了公司的股权结构和持有者。两位创始人陈峰和王健分别持有 14.98% 的股份，隶属于海南省人民政府的海南省慈航基金会，持股 22.75%。另外一个名叫冠军的神秘私人投资者持有 29.5% 的股份，价值180亿美元。关于这位冠军啊，公开资料非常少，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80后，曾经担任海航集团旗下一个 P2P 公司的联席主席。国外媒体呢，对这个神秘大股东展开了一些有限的调查，却始终没能揭开他神秘的面纱。首先啊，这位身价不菲的青年富豪相关联的住址竟然是北京的一个非常不起眼、脏乱差的废弃建筑，里面只有一张破床和四处丢弃的垃圾。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等媒体的记者都追查过冠军公开的企业注册信息，结果就更加扑朔迷离了。数个企业登记地址中，一个是北京西区早已被出售的理发店，另一个是北京某处大门紧锁、破败不堪的写字楼。而面对记者的询问，海航集团对此人的履历和背景讳莫如深，支支吾吾地说，冠军的股份问题因涉及隐私，故不便作答。2017年，海航集团的股权乾坤大挪移，两位联合创始人陈峰和王健的持股份额不变，而这位身居陋室的巨富冠军则全身而退，将所持的 29.5% 的股份拱手捐赠给了位于美国纽约的一家公益基金会，英文是海南慈航 Charity Foundation， 翻译过来啊，就是海南慈航基金会。但是啊，这儿咱们要敲一下小黑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位于纽约的基金会并不是咱们之前提到的那个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之前的那个呀，英文叫做海南 Province 慈航 Charity Foundation。 说白了，这俩基金会的名字呀，仅一字之差，就差了一个 province， 看起来呢非常像是同一家，但实际上啊，一个是海南省的国有基金会，另一个是注册于纽约的私人非盈利慈善基金会，一字之差，天壤之别。王健去世后啊，他个人的股份被捐赠给了集团的慈善基金会，到底是哪个基金会？那很多大媒体在这一点上说的都很笼统，但法国的这个解放报啊，抠得比较细，说王健去世后的股份就是转入了这个位于纽约的基金会。于是啊，这个不怎么透明的慈善基金会就成为了海航集团的真正控制者。咱们再回到2017年啊，随着这个大股东冠军的信息被曝光，各大媒体不断的挖呀挖，海航呢风声鹤唳，各大国有银行也开始对他们进行授信核查、风险分析。一时间啊，海航就面临着这个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这段内忧外患的日子啊，也被称作是海航事件。2018年2月，王健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强调，海航事件是一次政治事件，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崛起的疯狂反扑，并将海航集团在海外的投资形容为党中央的战略。
4月份，王健罕见地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愿意向公众毫无保留地公开过去25年的发展历程。他亲口说，海航没有秘密，经营这25年，如果说攀附任何一个权贵，海航也不可能活到今天。你看那些攀附权贵的企业有活着的吗？媒体称王健有一种深切的不安感，而且毫不掩饰。他对记者感慨道，做企业很难，好也不行，坏也不行。好吧，有人来抢你；坏嘛，有人来害你。如果别有用心的人来害你、抢你，你给不给？你告诉我怎么办？说到这儿王健不自觉地提高了音量，情绪有些激动。这种不安到底是来自于险恶的商业竞争，还是别的其他方面，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不安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股权的处置方式。那么成立慈航公益基金会算是一种办法吗？对记者的这个问题，王健没有接话，可能是有苦说不出。2017年年中岁尾，多事之秋，可能是集团深陷债务泥沼，前景不够乐观，病急乱投医。心情郁闷的二把手王健乘私人飞机飞到了南极，放置了一尊纯金打造的佛像。他和陈峰一样，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希望此举能为海航集团招来福报，逆天改命。就这样，在债台高筑和财务重组的档口，海航集团的巨轮驶进了2018年。王健深信，遥远的南极洲现在都留下了本人的印记。神通广大的海航，可上9天揽月，可下5洋捉鳖，谈笑凯歌还。2018年6月14日，海南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到海航集团调研，强调了海航的明天会更好。在调研座谈会上，陈峰和王健积极表态。王健表示，海航将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不忘初心，扎根海南，深入探索企业加慈善的经济新模式。6月20日，海航系统旗下的渤海金控宣布成功发行10.6亿元的公司债。频频释放的诸多信号表明，海航貌似已经度过了至暗时刻。同样是在6月份，海航集团成为了又红又专的杰出楷模。陈峰身穿笔挺的中山装，出席海航集团延安党校培训基地的揭幕仪式，随后和王健率领一众高管前往陕西的梁家河村，朝圣革命圣地，重温延安精神。他们身穿红军制服，行军礼，唱红歌，集团上下齐心一片红。海航集团在革命圣地接受完洗礼，精神面貌焕然一新。2周后，王健终于有机会松了一口气。7月1日，他乘坐豪华私人飞机，踏上了飞往法国的商务旅行。不料这趟旅途却是有去无回。作为海航集团的高层领导人，王健无论去哪儿身边都不乏经验丰富的随行人员，行程紧凑，计划清晰。在 YouTube 上，有位叫红哥的 UP 主曾经在美国做导游，接待过王健带队的海航集团。他形容王健出行的阵势堪比美国总统和国家领导人。就比如说9点出发他那工作人员八点就把我薅过去了坐在我的车上，跟着我去那个球场开车去一圈，要经过多少红绿灯，他要记下来要到哪个大门，那开进去，车停在什么位置，从停车那儿走到哪个这个 Clubhouse 到那里面去换手套什么换拿装备拿球杆手推是这电瓶车等等都在哪儿整个要走一遍。然后再回来整个要记录这你走的哪条路线，就是他提前走一遍。其实从那个酒店到那个球场就10分钟。然后呢，这个老板说一会儿，比如说9点出发然后呢8点50就开始给我打电话，那个待会儿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在楼下呢。好老板马上就要下楼了，我说好。然后再过那么1-2分钟又电话来了，那个老板进电梯了我说行。然后过一会儿又老板下电梯了，到大堂了我说好。然后老板马上就要出门了，他就已经跑出来，你在哪儿？我说我车就在这儿呢我知道他身边是前呼后拥前3个人后4个人的，他怎么可能从那个法国那围墙就摔下去了呢？这次法国之行呢，当然也不能含糊王健的法国友人兼顾问 Daniel 为他精心安排了行程。这位 Daniel 先生来头可不小，
改革开放初期，他陪同知名的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首次访问北京，还曾经牵头拯救长城协会，并担任主席，以此为跳板，帮助法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与国内高端阶层接触频繁。2014年后， Daniel 成为了独立的企业咨询顾问，结识了王健，为海航集团在欧洲的业务做金融顾问。王健呢，也不是第一次来法国了。他跟 Daniel 说，这次的行程啊，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散散心，看看薰衣草，顺便买一座城堡。正值旅游旺季，南部薰衣草田一片花海，东道主 Daniel 特地向他推荐了这趟普罗旺斯之行。7月1日，初到法国，第一站是巴黎的西南郊凡尔赛。历史悠久、奖金丰厚的法国高尔夫球公开赛，每年夏季都会在此举办。王健呢，以赞助商的身份出席了活动，受到当地官员和主办方的盛情款待，场地里到处都贴满了大金主的巨幅广告，使得这项号称优雅传统的贵族运动啊，一时间充满了钱味儿。第二天，王健的私人飞机就停在了南法马赛普罗旺斯机场，开启了度假之旅，目的地就是 Daniel 推荐的奔牛村。由于这里啊，古代战事频繁，出于防御需要，这座小镇就依山而建，几百年来一直保留着原有的风貌。制高点呢，是一座建立于12世纪的天主教教堂，中间修缮了多次，但是至今保存完好。教堂周边环绕着斑驳的石墙，脚下是参差的石阶。这座教堂啊，地理位置极佳，是当地著名的观景胜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教堂前设有观景台，广袤的薰衣草田一览无余。而从教堂背后眺望，远处山谷的雪松林是尽收眼底呀。穿梭在这座古色古香的小镇里，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宁静祥和，让人们暂时忘记世俗的烦恼。您别看这座小镇，它地方不大，常住人口呢也只有1000出头，但它却拥有13家米其林星级餐厅和多家豪华酒店。7月2日晚8点，王健一行人下榻到当地 Cap Blanc 庄园，陪同人员分别是海航集团在法国办事处的2位年轻助手和1位女翻译。王健遵循中国传统，特地嘱咐酒店套房内不要摆白花和镜子。晚上8点半，他与一大桌子人共进晚餐。用餐环境十分优美，弥漫着薰衣草的芬芳。美食由庄园主、明星大厨 Edward 亲自掌勺。除了助手、女翻译和友人 Daniel 啊，入席的呢还有同时在此度假的一位华裔法国人。他是北京出生的，中文名叫华彬，是法中基金会的主席，负责两国的商贸关系。海航呢，正是基金会的内部成员之一。另外啊，还有碰巧路过的安联保险集团的女高管。从酒店的监控录像里可以看到，王健身边的2位助手分别身穿深蓝色与灰色的衣服，戴着黑框眼镜，身形与王总差不多，应该都是文职人员。当晚负责服侍的是酒店经理 Joffre， 他向《解放报》描述，王健先生看起来十分疲劳，少言寡语，对于一大桌子的美食和身边的美景似乎都提不起兴趣。此时的他完全没有镁光灯下的那般光鲜。餐桌上，王健与好友 Daniel 等人的话题一直围绕着海航集团近期的事务展开，从海航的合作伙伴、领导层聊到债台高筑、缺乏足够的财务保障，再到空客延迟交付的6架 A330 客机价值14亿欧元等等等等。言语间的气氛让人们感受到这位大老板并不快乐。席间，王总去了几趟厕所，与助手交谈着什么。可能是还没从旅途中缓过困乏，王总没有吃甜点就提前离席了。凌晨时分，王总披上一件外套，背着手离开了众人的视线，一言不发，郁郁寡欢，应该是回房休息了。与王健形成鲜明对比的呢，是其他到场的法国人意犹未尽，他们十分热情地互相招呼，享受着难得的假期。次日凌晨7点半，王健独自一人在花园里散步，然后回到住处。9点多，王健一行4人步入餐厅吃早餐。与往常在露天花园吃早餐的顾客不同，王健希望临时换一个座位，靠近泳池和吧台。虽然换的座位呢只有几米的距离，但是他一步一步地走过去，步伐十分迟缓，像个蹒跚的小老头。王健呢还好奇地问酒店经理，
说这泳池有多深呢？一边问，一边探身凝视着清澈见底的泳池，若有所思。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时间很快来到了10点半，王健取消了原本的行程，最终决定到镇里最高处的那座古老的教堂看风景。他换上一身休闲装，穿着红色 polo 衫、白色短裤，与2名年轻的助手和那位女翻译一行4人坐上了一辆黑色的奔驰商务车。法国友人们都没有跟他们去。随着车子缓缓启动，王健留下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影像。如果从地图上看，王健的住处距离教堂只需要步行12分钟。可能是旅途劳累，腿脚不灵，所以众人以车代步。车子只开了5分钟，就停到了教堂不远处，剩下的路只能靠走了。这4人先是路过了一处名叫 Saint-André 的小酒馆，就跟所有到当地旅行的亚洲旅客一样，步伐悠闲，溜溜达达，平平无奇。之后2-3分钟的功夫众人穿过石拱门，向上爬坡，直达教堂高处，来到了游客众多的观景胜地。咱们开始提到的那位叫 Jackie 的园丁正在这儿的小花园修剪花草呢。他早就对这儿的风景习以为常了，唯独要留意的就是过往的游客。当有人从身边过的时候呢，他需要暂停一下那个剪草机，以示礼貌嘛。教堂前设有观景台，面对一望无际的薰衣草田，法国大文豪莫泊桑曾经写下过这样的文字：紫色葡萄是薰衣草的颜色，我被眼前一股温暖而芬芳的野生气息所淹没，芳香像洪水一般蔓延开来，香气被夏日的阳光灼烧过，我气喘吁吁，这种感觉如此陶醉，使我精神紊乱，甚至神志不清。大自然是一座神殿，仿佛有一只超自然的手将世界包裹在细密的棉花云中。前面是一段未知的旅行，我被幸福地抚摸着，耳畔的微风像是逐渐减弱的音乐，又像是驶入迷雾之中的小船，然后万籁俱静。我们不知道王健先生是否看过莫泊桑的作品，如果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有这样优美的文字伴随，整个过程一定会减轻很多痛苦。但是话说回来，也许老电影《追捕》里的台词才更贴合他当时的心境。你看，多么蓝的天，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园丁 Jackie 终身难忘。他目睹了一位声名显赫的企业家跑到教堂背后疯狂跳墙。当然看到这一幕的还有王健的3个随从，明显他们是被吓懵了。大老板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出了闪失，那还得了？2位助手火急火燎地奔下台阶，他们只见王健跌落当场，两眼翻白，动弹不得。另一边，女翻译花容失色，连滚带爬地跑到刚刚经过的小酒馆，用英语向服务生哭诉：有人跳墙了。服务生的第一反应是，这绝对不是意外，然后第一时间报了警，跟随女翻译一同回到现场。王健坠落的精确地点是教堂后身一个小街道尽头的石阶上。此时他还一息尚存，呼吸困难，现场几乎没什么血迹。人们都在惊魂未定当中，手忙脚乱的2名助手为了让王健保持清醒，不停地跟他说话，并且试图给他水喝。有点急救常识的 Jackie 试图制止，女翻译则在一边一直哭，不知所措。服务生为了让王健喘口气儿，解开了他的裤腰带。接下来就是让法国人搞不懂的操作了。只见2名助手拿出了随身携带的针灸包，向王健的额头、人中、嘴唇等处一针一针地刺下去。大约过了20分钟，急救人员终于赶来。此时王健浑身布满针灸，只见他2腿一蹬，胸口微挺，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脚疼，然后便不省人事。医生连忙为他做心肺复苏，只感到他的胸腔很软，没有弹性，使出了浑身解数，还是无力回天。11点40分，也就是王健一行人离开酒店后的1小时，跌落石阶后的不到半小时内，王健被正式宣告死亡，终年57岁。正午时分，惊魂未定的2名助手和女翻译拖着沉重的步伐返回了酒店。惊闻噩耗，刚刚还欢聚一堂的众友人们个个呆若木鸡。
负责调查的是奔牛村宪兵队。在之前的节目中，咱们介绍过，法国的宪兵具有警察的职能，主要分布在大城市之外，负责小城镇和乡村地区的治安。死者的护照就在身上，所以很快就确认了他的身份，就是王建无疑。他们到现场询问了目击者、小酒馆的服务生、2位助手和女翻译，紧接着又来到王建生前住的酒店，询问了主厨、经理以及王建的法国好友们。2位助手说，王建突然变得很兴奋，一路助跑，说是为了去围墙上拍摄风景照，然后就跌下去了。而女翻译可能是由于压力太大，极度自责，泣不成声。大家一致表示，王建虽然少言寡语，但没发现他有什么异常，不相信他会自寻短见。由于坠亡的景区没有安装监控录像，一圈调查下来既没发现遗书，这个意外呢也没有外人的介入，所以宪兵队很快就以普通游客意外坠亡结案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时激起了千层浪，死者竟然是位这么重要的大人物。海航老总在法国摔死的消息瞬间惊爆全球。当天，中国的特使就从马赛总领事馆前往奔牛村了解情况。王建的侄子王正靠门站着，随行的助手慌乱地向他解释跳墙的过程。大批媒体赶到现场，中国公安部也派刑警赶来，车来车往，将小小的庄园围了个水泄不通。海航的高层连夜赶来，人们六神无主。酒店视频记录到大半夜陈峰穿着一身白色唐装，神情慌张，在2名助手的陪同下抵达酒店，直奔厕所。凌晨，陈峰与海航副董事长谭向东2人在酒店内部一个闲人免进的卸货处密谈着什么。随后，陈峰的助手向女翻译交代了一些事宜，酒店经理为他们准备了几朵白花。众人在酒店内齐聚，可能在商量王建的善后事宜。令人唏嘘的是，王建生前特意嘱咐过酒店，套房内不要放白花，没想到这隔天白花就成了自己的祭奠。海航在纽约的慈善基金会负责人也赶到现场，同时呢，又来了一位不明身份、身穿白衬衫的青年男子。看此人的气派，与陈峰、谭向东等人平起平坐，又淡定地坐在陈峰的2位助手之间，推测此人可能是那个神秘持股人冠军。王建的儿子从美国赶来，王建的遗孀特地从法国里昂请来了一位华人佛教大法师，为王建超度亡灵。各路人马七手八脚，准备爬上教堂祭奠王建。但是在最后一刻，活动被紧急叫停，因为教堂神父说教堂被封了，不许任何人进入。因为法国宪兵队要重启调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中国公安部也来介入了。宪兵队负责人说，中国公安部高度重视，对每一处细节都十分谨慎，所以当地宪兵队看到中方如此阵仗，尤其是得知死者的身份和背景后也很吃惊，于是赶紧组织了一批经验丰富的调查人员，直接由最高层和外交部主导，对王建之死重启调查。这次的重点要放在犯罪和他杀上。因为地域管辖权的问题，中国公安部派来的调查组必须要走一些司法程序，他们加班加点的花了4天时间，才得以顺利介入。宪兵队说，他们似乎害怕王建使出金蝉脱壳的招数，假死后连夜脱逃。王建的遗体原本被放在停尸房准备后事，重启调查后，他又被运往了附近尼姆大学的医学院，交由法医尸检。法医的结论是，王建全身没有打斗、挣扎等伤痕，股骨、盆骨骨折，2根椎骨骨折，多处肋骨骨折，肝脏破裂，双脚坠地。致死原因是下半身直插腹腔造成的严重内出血。除此之外，法医还额外做了60多项检测，其中包括毒物鉴定以及助手的针灸检测，但是都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之处。唯一不寻常的地方就是王建生前做过心脏手术，不过这也是中年人常见的疾病，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重新尸检的全程都在中国公安部的眼皮子底下进行，中方严防死守，一路紧盯，从停尸房到验尸间，他们亲眼看着法医操作，亲手提取死者的血液样本和 DNA， 亲自化验后才放心。王建的去世将这个无名的小镇带入了全球华人的视野，有不少中国游客在王总坠亡的地方献花纪念。王建死亡的石阶被称作中国阶梯。
在法国完成尸检以及被中方确认之后，他的遗体随棺椁被运往美国火化，中途并没有转运回国。而在王健去世后仅2天，他个人持有的 14.98% 的股份就被捐赠给了纽约的那个海南慈航基金会。2018年9月，法国检方和宪兵队最终宣布王健之死排除他杀，没有人推他，没有人下毒，没有遗言遗书，是一场愚蠢的意外事故。不过这个盖棺定论让目睹了经过的园丁 Jackie 非常不理解。半年后，也就是2019年1月，他对《解放报》的记者打破沉默，因为他实在搞不懂为什么宪兵队的结论是意外，因为他亲眼目睹这不是一个人失去平衡意外坠落，而是自主跳墙。同样不喜欢意外坠落这个定性的，那还有小镇的镇长。因为保险公司的专家来了解王健的死因的时候镇长很担心被指责是这座建了几百年的围墙不合规。解放报的记者证实，这矮墙只有1.2米，旁边还有垫脚石，看什么风景来说都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站上去。教堂的神父也说，这样的意外史无前例，谁会相信一个57岁的中年男子会像一个孩子一样跳上矮墙，意识不到这个危险呢？王健的好友 Daniel 说，王先生平时心思缜密，沉着冷静，运筹帷幄，我实在无法想象他能跳上矮墙。而解放报的专栏对矮墙说还列出了几个疑点。疑点1，坠亡地无风景。观赏薰衣草的最佳地点明明位于这座教堂的前面，那儿还设有专门的观景台，就是游客最多的地方。可是王健似乎完全不感兴趣，径自穿过拱门，绕到教堂后边。这的围墙也就是到正常人腰部的位置，完全不妨碍你眺望远处和俯瞰下方。关键是这的风景呢也不是特别好，放眼望去有松树还有房顶，视线大部分被遮挡了，算是整座教堂最人迹罕至、最不起眼的角落。疑点2，随行人员十分业余。王健的2名助手和女翻译在王健坠落后显得手忙脚乱，2名助手使用针灸让王健保持清醒，他们很可能是熟悉王健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惯的人，但是并非职业的安保人员。而女翻译呢，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叫救护车，而是跑到附近的酒吧说英语求救。解放报的记者认为，步履蹒跚的王健突然兴奋地助跑，很可能是为了逃离助手的视线，又恰巧是业余的随行人员陪同，放松了警惕，疏忽大意之下，才让他完成了疯狂之举。疑点3，垂直坠地与生前的表现。尸检发现王健的死因是下肢插入腹腔，肝脏破裂，严重内出血而亡。跌落时并未本能地发出求救呼叫。法医认为他的死因更符合一种名叫 saut en chandelle 的坠落方式，就像是体操运动员落地似的，双腿并拢，垂直降落，显然是有意而为之。王健生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有苦说不出，似有不祥预感。事发当天清晨，独自一人在院里踱步，明明是度假，却郁郁寡欢，询问泳池的深度，注目凝视，还临时改变行程，这一切都让人感到困惑。而法医认为，这一切都是危险的信号。王健撒手人寰，海航集团四面楚歌，疫情的困境中，财务状况雪上加霜，倾巢之下无完卵。海航总部大楼人去楼空，海航不再赞助法国高尔夫锦标赛，先前收购的欧洲航空公司陆续宣告破产，其他资产陆续亏本甩卖。据中国民航官网统计，海航集团的总债务高达 1.2万亿人民币，而2023年海南全省的 GDP 才7500多亿元。2020年，身处风暴眼中的陈峰通关香港未遂。同年9月15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发布西安碑林区法院信息，陈峰因公司欠款而成为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2021年9月24日，海航集团发布公告，接到海南公安机关通知，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峰、首席执行官谭向东等高管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陈峰被查明的占用资金高达300多亿元。2024年3月，海航集团完成股权变更，创始人陈峰等人的股权被清零，海航集团资金链断裂，彻底暴雷，正式进入破产程序。
2024年8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海航集团及其相关责任人给予处分，开出天价罚单，涉及的金额高达550亿。整个海航帝国如同一架失控的飞机，一起坠入茫茫深渊。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王健最后一刻的内心世界，他的焦虑，他的所思所想。或许是在美丽的小镇，在薰衣草花香的地方得到永久的解脱，就是他最想要的。而在他坠亡后的几年，每到旅游旺季，仍然有人在他离世的地方用鲜花祭奠这位曾经的王董事长。最后说句题外话，我们 M2 档案的会员频道也开通了有一阵了。除了有些视频可以提前观看外呢，也发了一些会员专享视频。但是之前的更新频率不算特别高。可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不离不弃的会员朋友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对此我们深表感谢。最近我们安排了新的团队成员，专门为大家制作会员视频。以后会保持1个月2期左右的更新，而且呢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精彩的案件故事。像最近热度很高的南大碎尸案，以及背后有着更深层次原因的灰狗巴士吃人案等等。没了油管捉摸不透的黄标顾虑，来龙去脉咱们可以尽情挥洒，点透为止。希望老朋友们可以继续支持，也欢迎更多新朋友加入通心粉会员大家庭，解锁更多的精彩节目。当然了，M2 档案本身也会保持更新和高质量。谢谢大家，咱们下期再见。